我一直以为男人的下坡路是从掉头发开始的，后来才发现，不是从某一晚老婆转过身对你说老公，不然我们今晚，而你突然很想打嗝开始的。我是阿荣，44岁，中年男人中的中间段，外表看起来还凑合，肚子不算太大，牙齿还在，头发虽然稀了点，但靠发蜡还能摆出一点造型。可惜有些东西是发蜡摆不回来的。那天晚上，老婆难得穿了结婚纪念日那套，已经有点紧，但仍有震撼效果，声音又轻又甜。我心里顿时热血沸腾，感觉整个人像回到蜜月那年。我努力配合气氛，放了音乐，关了灯，甚至点了一个味道不明的香薰蜡烛。他还笑着说，哇，你今晚很有心哦。我笑得有点心虚，因为我也紧张，然后就卡住了，不是气氛卡，是身体卡。那一刻，我的脑袋清醒得像刚喝完一整壶 Kopi Okoso， 心跳很快，气氛很好，老婆也很投入，但我的兄弟却像下班了忘了打卡，一动也不动。我装作没事，说老婆等一下，我先冲个凉。他点头，还笑笑 OK 了，慢慢来。我进了浴室，打开冷水，照着镜子深呼吸3次，然后对着自己说，阿荣，今天是你复出之夜，不能掉链子。我甚至做了几下深蹲，想刺激血液循环，但兄弟依然不为所动。他就像一个罢工的公务员，态度非常明确。5分钟后，我假装滑了一下脚，出来说，哎呦，我突然抽筋，今晚可能不方便了。他一脸关心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贴酸痛贴？我笑着说不用了，心里却在想，酸痛贴贴得起自尊心吗？那晚他睡得香，我却辗转反侧，内心一片乌云。一个男人连基本功能都开始打烊，那还算什么男人？第二天我立刻上网搜索中年男人勃起困难，搜索结果让我一阵绝望，一堆广告跳出来推荐保健品、印度神油，甚至还有祖传配方保密膏。我很认真地点进去看评论，一个叫老林的用户留言说，用了3次，感觉血液真的流动了，但后面还有人回复他，流的是鼻血吗？我关掉网页，决定走正统路线，去看医生。我终于鼓起勇气挂了泌尿科的号。诊所里一排中年男人坐着，每个人都装作在看手机，谁也不敢跟谁对眼。那气氛，说是等诊，不如说是等宣判。医生是个50出头的马来人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他翻着我的报告，问了几个问题后，点点头，说，其实你这个情况叫 ED Erectile Dysfunction。 我点点头，说，我知道，我朋友有看过这种片。医生推了推眼镜，不是影片，是真的功能障碍了。他给了我几种选择，口服药、注射，还有一些听起来像来自外太空的治疗法，比如低强度震波疗程。我看着价钱表，决定从最便宜的口服药开始。副作用呢？我问。他笑了笑，有些人脸红，有些人头痛，有些人硬到走路不自然。我一听，立刻掏钱包，那就他了。晚上我特地提早洗澡，刮胡子，还喷了点用来参加婚礼的古龙水。老婆看着我，半开玩笑说，今天你是要去哪儿面试吗？我说，我今晚是总经理，要主持一场重要会议。他笑得有点傻，然后把手上的 iPad 收起来。哇，那一刻我简直像中了大麻菜头奖，脑中响起初中的鼓声。药效上来得很慢，但他真的来了。兄弟终于有点动静了，像是迟到但还是肯上班的员工。我小心翼翼地靠近老婆，动作缓慢，像怕惊动了天线的 TV3 新闻主播。他也没有抗拒，反而很温柔地配合着。我们两个就像重拍旧片的演员，台词都熟，但演起来比以前更认真。但就在我要冲刺的时候，我脚抽筋了，不是象征意义上的，是真抽筋。哎呦哎呦，我整个人从他身上滑下来，像一条脱水的咸鱼。
抱着小腿在床上打滚。他吓道：“你做吗？”我嘴角抽搐，小腿中招了。他一边帮我揉，一边笑：“你看，太久没运动就是这样，不是太久，是太专注。”我喘着气说：“我太投入了，连肌肉都感动。”那晚最后变成我跛着脚走去厨房，泡了一杯美露，自己安慰自己。虽然第一站抽筋退场，但我不认输。第二天我立刻在 Shopee 买了瑜伽垫、钙片，还有一本奇怪的电子书，名字叫《男人的第二春，幸福不打烊》。我像读圣经一样看那本书，还划重点。他说，性生活是身体与心理的对话，要先懂得爱自己，才能让别人舒服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点头：“阿荣，你要温柔一点。”然后我脱了衣服，尝试书里的男人伸展操，结果拉到第5分钟，小腿又抽筋。我躺在地上，痛到眼眶湿润，只好大喊 Donkey， 帮我叫老婆。 Donkey 跑过来舔我脸。我忽然觉得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是真正了解我的无力。几天后，我身体状态恢复了，信心也慢慢回来了。老婆这几天对我特别温柔，可能她觉得我有在为爱努力，也可能是她朋友的老公更差。那个晚上，我再一次备战，吃药、伸展、擦精油，放轻音乐，还点了香薰。这次我连精油都换成野生马鞭草，听说有助于放松和提升浪漫气场。床上，我们不疾不徐，他靠近我，我的心跳像在开演唱会。我轻轻吻他耳朵，他轻轻喘一口气，气氛刚刚好。我兄弟也不负众望，这次真的挺身而出，坚挺的像国庆日的国旗。我心里大喊 Yes， 阿荣复活了。就在我准备进攻的那一刻，他忽然说了一句：“你刚才有洗干净吗？”我一愣，当然了。他又问：“用的是我那瓶女洗液。”我支支吾吾，我以为那是新的沐浴露。他皱眉，然后开始笑，笑到躺在床上直拍大腿。我整个人瞬间冷掉，那股刚刚升起来的热情，也像马来西亚的股市一样，忽然崩盘。不是了，我不是笑你，我是突然想到，你拿我那个清洁液擦那里，我以后还用来洗，洗就洗了。我叹气，你这不是在羞辱一个中年男人最后的尊严吗？他抱着我说：“阿荣，其实你不要太紧张了，你没发现我其实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吗？”我转头看他，真的假的？他点头，以前5分钟我就可以，现在有时我也要热机。我突然感觉像是找到了同伴。老婆说完那句我也要热机的时候，我心头一震，原来他也有他的更年期，只是他没像我那样焦虑到买电子书、练伸展操，在 Shopee 加购药材套装。他比我坦然多了，甚至还有点幽默感。那你热机要多久？我问。他想了想，大概15分钟，不算我先看完1集韩剧的话。我大笑，那我可以趁着时间热身、按摩，或再喝杯番石榴汁补补肾。他笑着说：“你喝那个，我以为是给 Donkey 的。”我心里一边觉得被羞辱，一边觉得被理解。从那晚开始，我们默契就不同了。我们开始不赶进度，也不太讲究结果，反而学会慢慢玩前戏。有时候我甚至用手指为他按摩肩膀，他也会给我擦药油，别误会，是擦在膝盖上，预防运动伤害。有次他忽然提议，不然我们试下角色扮演。我差点喷饭，你要我扮医生？不是。他眨眨眼，你扮送包裹的，我扮收货的。为什么是送包裹？他耸耸肩，比较现实。你现在身形不像警察了。我虽然有点受伤，但还是真心配合。我穿着短裤，提个空盒子敲门，妹死，快递到了。他戴着眼镜，用一点点生硬的口音说：“你要我签收哪里？你签收这边。”我戳戳他额头，然后两人都笑到不行，根本无法进入剧情。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乐趣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冲，而是慢慢来，慢慢弄，慢慢摸索彼此新的节奏。他有时看着我疲惫又满足地躺在床上，会笑着说：“阿荣，你现在的表现
像是升旗典礼迟到，但还是会升。我笑着回，升得慢也好，重点是气没掉。他点头，对，重点是你还在岗位上。从前我以为性生活是男人的战场，要快，要猛，要赢。现在才知道，它其实更像一场配合默契的双人舞。有时你跳错步，对方会笑你，但会轻轻拉你回来。有时他忘了节拍，你会笨拙地补一脚，也许踩到他，但只要你们还牵着手，就不怕摔倒。我的身体当然不如20岁那样任我差遣，欲望不再是野火，而是老炉烧汤，慢慢炖，慢慢香。我曾经很怕这代表老了，怕有一天我会被贴上失能、无力、兴趣缺缺的标签。但老婆一句话点醒了我，性不只是做爱，更多时候是你有没有在乎对方的感觉。那晚他手指搭在我胸口，问我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跟以前比差很多吗？我想了很久才说，不一样而已。年轻时是激情，现在是默契。以前是火箭，现在是暖炉。他笑着说，那你是要升空还是要烧汤？看你今晚穿什么。我耸耸肩。Donkey 那晚躺在门口，看着我们像看戏一样。我怀疑他听得懂。其实性生活这东西就像马来西亚的天气，变化无常，有时潮湿，有时闷热，有时突然打雷。但你只要接受这个天气，用对方法活下去，它就不再是灾难，而是一种日常。我是阿荣，44岁，50还没到，但问题超标。好在我还有幽默感，还有老婆，还有愿意听我唠叨的你。也许硬不再是唯一的标准，也许快不代表厉害，也许中年之后的性爱像煮粥，你急不来，但煮对了，暖胃又暖心。晚安，朋友，记得泡完药酒后不要忘了把牙套摘下来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